欢迎各位 QEM 奢华美妆香水的朋友们、Podcast 的朋友们、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听我们一天介绍一支香水。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无极乌龙，这个很有名的，但是它已经改版了。对，我们之前有拍过旧版的，对，那新版的大家也是等蛮久的，就是去年、今年，然后我们就看，还没有拍过，忘记拍了。对，那而且它在专柜上面也是很多人去找的一个味道，对不对？没错。好，那两位都还记得前一版的无极乌龙吗？都还有印象哦。可以哦，学姐一定记得，它是电脑，它是这个香水的电脑百科这样。我一定记得哦，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无极。对，学姐是其他事情都不一定记得，但是香水味道她是肯定记得，所以找她是真的找对了。对，没错。来，那我们赶快来试一下新的。那你新的味道试过了没有？有，常常闻到，来找的一定会试它这个品牌的这一支。或是找茶香的，我们店也会推荐它。上一版的是不是茶香没有那么明显？对嘛？那这一支新版的学姐，你觉得嘞？她说她茶香有加重了。对 ，OK。我觉得各方面呢，有比较闻得到茶香的感觉了。好，那我们先让学姐说一下。你确定？对。好。他说新的这一个版本调香师的灵感来自513的大红袍乌龙茶，但很轻，它比较像是那个茶泡出来之后，你端起杯子闻到的那个香气，比较不像是你打开茶叶罐闻到满满的那个茶叶香，它比较像是泡开来的武夷茶。不过我觉得闻起来还是很有西洋茶的那种味道。对，我觉得它的花香其实蛮多的。我觉得除了茶香之外，茶香是很明显啊。对。那我觉得它的柑橘一直是还招牌了，它的招牌。欧龙的香柠檬一直都会存在在每一支香水里。对。欧龙是哪一个？法国的吗？法国。OK， 所以它的香柠檬应该是南法来的，它的基调都是柑橘香调，对，没错，几乎每一支也都有，对，所以这个是它的特色。边讲那个茶开始出来了很像茶叶，本来你知道那个茶叶本来是缩成一团的嘛，然后放在水里面舒展开的感觉，现在有慢慢舒展开来的味道。那 Cindy 呢？你目前前调闻到了些什么？很舒服它的那个前面刚开始就是柑橘香气很明显，然后其实茶香也很明显，还有花香。我觉得它一开始的那个显香度，我觉得大概就是之前旧版的应该10倍有。10倍哦，我觉得啦，我觉得2到3倍有啦。就是之前如果客人来闻然后如果你当天有闻过其他支的话，可能那支就闻不到了。对，基本上是这样。那除非是当天都没有闻过任何香水，然后去闻旧版就闻得到。那这支的话，就是比较起来，如果你当天你有喷过其他香水，这支你再喷还是闻得到，大概是这样的程度的差异。所以这支一开始其实就非常显香，柑橘、花香跟茶香都很明显，而且那一种娴静、浸透的那种。纯粹的茶香，对不对？我现在已经慢慢的闻到了茶香跟皂香香皂的皂那一种干净浸透，很像在无尘室里面来一杯茶那种感觉。意思是什么？一尘不染就是非常的干净纯粹因为它后面应该也是你喜欢的玉创木真的玉创木，好 ，OK。那这一支我们再多跟前一代做个比较好了。那除了它的显香比较强之外，那有没有加了一些不同的元素在里面，是上一支没有的嘞？两位还有印象吗？我觉得你觉得花香跟木质都多蛮多的，还有它那个辛香感。对，那说实在，我们其实茶香，我们刚才在跟学姐讨论，就是说，所谓的我们茶香，因为茶叶其实它是没办法萃取出味道的，所以这些茶香模拟出来都是模拟出来，就是说用各种的香料或者是各种的香气去把它堆砌出来的。对，那我觉得它这个
因为一开始我们用很咸香嘛，所以它的各种香气，就是各种香料的味道，其实会很明显。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把它做得很好，是不是那种中东那种香料感哦，是很天然自然的那种味道。对，然后我觉得他把它做得很自然。没错。对。说到这一次呈现的，就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那种，对不对？学姐，它的茶香比较偏午后伯爵那种类型的茶香，它比较不会是我们觉得我们习惯。如果你是习惯泡茶的人，它比较不会是你打开茶叶罐闻到的那个感觉。它比较像是午后伯爵那一支香水，就是它要给你的是泡开来的茶叶，然后很像你静静的看一本书、喝一杯茶的那个休闲的那个宁静的时光的感觉。那它跟旧版的有什么差呢？旧版要表现的是无极，这一支要表现的是乌龙。OK， 更多一点。这个例子举得相当的好哈。无极会不会就变得有一点无感呢？好，那这一次就把乌龙真的带出来。对。有没有什么喷了这一支，你们会比较有视觉，可以跟大家镜头前或者是 podcast 前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些想象力的？我觉得这个味道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那种气氛下或是空间下去喷啊，它都会营造给你一种新的感受。就是像说我们现在在很热的时候去喷它，你就会觉得有清凉感的感觉。但是如果是在冬天你用它，我觉得也是可以，因为它不是到那种很柑橘很凉的那种，它反而会给你一种，它会更凸显出它温暖木质后面的那个块。对，就是它的味道，这个味道我觉得可以，就是把你就是带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就是你不管你当下是什么样的空间，你会有一种很清新、很舒服，然后但是它的味道又很明显，不会说淡淡，然后你觉得就是一个好闻味道，反而是就是茶香很明显，然后就跟一般我们闻到的味道其实是很有差异度的。我觉得可以给我想象的是4、5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在树底下看过书的这种经验？好，那一种可能只有冬天可以，又暖暖的。对，因为阳光穿透了树叶跟树叶之间，那隐隐约约你在书本上面还会看到阳光的感觉，阳光还有叶子的影子。我觉得那一种亮度，对，有一点暖意这样。是，然后它还有一种飘来的花香跟茶香。我想到一个人的午后。我刚刚想到的是这一支很适合在书店上班的人喷。OK， 好，很好。我今天去诚品抢到了一支新的还没有上架的书。这个是我的乐趣，对不对？比别人更早拿到，觉得很开心。好，那 Cindy 这一支有什么职业让你联想到？我觉得像农就是类似栽植的人，那个叫什么？植栽园艺啊，园艺师是园艺师啊，对，园艺师或是比较偏自然的，或是像泡茶师之类的，我觉得都很适合这样的味道。就带给人一种比较，它可以有一种静下来、娴静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宁静的感觉。OK， 好，那我觉得这一支适合 freelancing 自由职业者。你不管到任何地方，要开始你手边的工作，任何地方都是你的办公室。那这一支有呈现这个味道那真的很适合我们每天喷啊。对，我们现在都那个学姐说，我现在觉得那个水嫩的那个茶感越来越明显。水嫩，你这样 AI 可能很难翻译。水嫩有湿气的那个水蒸气的那个茶感越来越明显。对啊，还有那个热度感。对，好，来，我们前调先停在这边，待会回头再跟大家分享这一支的后调有什么变化。待会见，拜拜。再见。无极乌龙后调回来，这个我抢先你们先说。
我觉得无极乌龙这一支后调更美，很好闻哦。我更喜欢这一支后调。它不只有茶香，连花园的味道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麝香也在里面，对不对？香调的表里面有没有麝香？看一下，好像我记得有玉窗木，有玉窗木，有玉窗木。哇，麝香就玉窗木也是很让人心情疗愈的味道，对不对？对，这名字取得真好。玉窗木。没错。好，来学姐，这一支后调，麝香有啦。有。我觉得像茶园，就是有茶花的香气。不是只有茶叶的感觉，是有花香加一点茶香的感觉。对，我也觉得。但它的燥感有隐约的一直要冒出来的那个氛围，就变得很干净。而且你刚刚讲茶花，其实我还蛮喜欢茶花的味道。茶花什么样的味道？茶花，你去 Seven 的时候买那个茶花绿茶都很香。茉莉绿茶。茶花绿茶。茶花。对，不是茉莉绿茶，不一样哦。那个其实也都是调出来。是啊。哦。所以这一支后调真的很舒服的呈现。好闻。好，那 Cindy 来这一支后调。对，我觉得它前后有都可以让人家有一种不同的享受的感觉。因为前面就是它的那个茶香很明显嘛，但它后面呢，我觉得没有退太多，大概现在过半小时左右，半小时到1小时左右。那它的那个茶香感还有花香都不会说很明显的不见，这样不会，然后还是有持续，然后这样，但是它后调的那种淡淡的木质香是也有跑出来，而且呢是干燥的。它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像你说泡起来的那种茶香，然后一点微微热热的，开始越来越热。但是它现在有一种凉掉了，然后它的那种木质的干燥感也跑出来了，所以让你觉得就是很沉静、很心情很舒服的感觉。对，它从一开始本来学姐说的有一点茶的这种。因为热嘛，它这个热气往上蒸腾的时候，从有一点水感到现在是干燥的、干净的感觉，对不对？好像不错，赞。这转变还蛮厉害的。好闻。从湿到变成干。好。那学姐刚刚目光呆滞，我是在思考，我现在觉得它那个香味，我的感觉很熟悉，是像什么？它很像你走进，你知道那种老街有很多在卖跟茶有关的相关商品的店里面会有的香气，就很干净，然后又有茶香的感觉。你可能是带茶香的香皂，可能是带茶香的。其实这种味道很适合那种，我觉得很适合新创文青店的那个味道。对，是的。我就觉得好像有那个空间的那个感觉，然后也很像你，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式的茶艺馆，不是我们以前的那种泡，它是有卖老狼杯那种吗？不是，它就是新式的茶艺馆，它可能会有精致的糕点，它也会有精致的茶香，可它不是你自己在那边泡，它是帮你泡好一壶一壶上来，就是有那个氛围在，你会有木头的香气，有茶香的感觉，好，然后空间又很干净的氛围。是，那这一支有没有比上一个版本再更强了一些呢？有，绝对有，对，绝对持香度有增加，而且变化性也更多。对，好，来，那最后给个分数一下。学姐这一支你给她几分？我们现在分数要做开一点，大家都说我们这个0.几厘米的差距，我们用1到100分这样了。意思是一样的。对，我们把它做开一点，让大家比较有点识别感。对，8分就是大概80分的意思啦。如果8.5就大概85分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子看，就会觉得差异多一点。因为我们之前都是9点多，就是好像都每一支都90几分那种感觉。对。那96跟97有什么差别？所以就觉得差异不大，所以我们就你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分开一点，比如说可能是8分或8.5，或是9分这样子的差异，这样子，好不好？给大家有点识别度。可以啊，可以 ，OK。那
我们从那我们从这一支开始重新，之前的评分我们大家都先当做参考这样。对对对，其实就算我们现在评分也只能当参考。对啊，你还是要自己来试啊。对啊，因为每个人那个试在你身上跟试在我身上的感觉既然有听众提出这个要求，那我们就这么做哦，总是试试看嘛。好，所以学的9分。9分，因为其实它对我而言真的是属于非常清淡的一支香水。OK， 好。但我觉得这一支真的有比原本那一支香调比较多变化。但如果以茶香来讲，它不是我心中真的很茶香的香水。但是以香水的整体表现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想找一支干干净净，然后有特色的香水，它很适合。对。我觉得以后我们拿个板子好了，从持香度啦，然后到这个就只写这样特色香味啦，或者是跟别人重复性啦，我们都给它来个分数，星星级数，把这个板子直接做完整，然后我们自己调刻度，这种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更好一点？这样也很好玩，更全面啦，才不会人说你9.7跟9.6差在哪边？好，对不对？这个总是。尝试看看，可是有时候分数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感觉啦。对，因为我虽然觉得我给他9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它没有那么茶香。可是如果以这支香水的整体表现来讲，它是特别9分已经很高了。我们现在急剧拉大的情况下，9分已经算高分了。那 Cindy 这一支给几分？9分，也是9分。90分，就是如果1到100分来讲，就是90分，其实已经算很高分了。算高分。对，因为它的那个浓度来讲，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够的。如果之前那个旧版本是，我觉得像淡香水，对，然后这支就是淡香精的程度了，对，就跟它就是这个味道的持香度跟味道对我来说，跟其他支的淡香精给我的感觉，那个 label 是差不多的，对，好，这样子。那这一支我很喜欢，但是新的评分制度我只能给它8分，为什么？80分，因为我很怕它在我身上。我自己会闻不到。你刚那个一哥就一直催着我们说，拍后调，对，拍后调，我怕它不见了因为不会啊，我觉得不会。上一个版本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它很快就流失了。对，但我觉得它这支还 OK。上一个版本我老实说，我根本闻不到，真的。谢谢，对，我几乎闻不太到这样。所以学姐今天给他9分，算是。对这一支一个很大的平反，是啊，它已经显香非常非常多了。OK， 再次感谢你们收看，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一起喜欢香水。我们一天介绍一支，今天是无极乌龙。对，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